江家设清谈会，仙门百家共往云梦，一路上人人皆传。韩光君与夷陵老祖也应了邀，各家修士平日难得聚会，趁此便在莲花坞内聊些八卦。在莲花池边，但听一道人说：“金光瑶伏诛已3载有余，韩光君与那位也一道云游3载有余，不知踪影。贫道闭关数年，近日出关，听闻此二人已结为道侣，可还当真？”另一修士答曰：“千真万确。3年前兰家广而告之，天下无不震惊。然韩光君我行我素，与魏狗一道退隐，云游四海，在不管族中事务，竟无半点一贯的稳重作风，倒似那不成体统的魏狗。不知魏狗使得什么妖法，竟将韩光君都骗了过去。今日清谈会，若魏狗现身，吾等必群而诛之。”却见一青年犹豫道：“3年前，夷陵老祖曾有大恩于仙门百家，随后将宗主、金宗主都昭告天下，与魏无羡冰释前嫌，恐怕当年之事确有误会。更何况魏无羡已身死，如今不过是现世还魂，岂有一仇两报的道理？”众人立刻七嘴八舌指责那青年大逆不道。那青年脸涨通红，极不服气。此时另一年轻修士解围道：“在下月前夜猎，曾撞见二位，依在下捉见，二人甚为恩爱，不像是什么鬼道妖术蛊惑人心。”众人追问，那青年再曰：“在下为凶师所困，命在旦夕，幸得明鉴现身相助，在下垂手致谢，方看清明鉴乃碧尘。韩光君立于10丈外，手牵一小花驴，驴上坐一人，正是夷陵老祖。”有人惊道：“韩光君牵驴！”亦有人惊道：“夷陵老祖骑驴！”那修士微笑，再道：“那地颇为凶险，凶师数不胜数。幸有夷陵老祖以陈情做法，凶师尽数退走，我等一门方才得以保全。随后仍是韩光君牵驴，夷陵老祖骑驴，老祖以陈情吹了首小曲，二人相伴离去，端的是岁月静好，长相厮守。”众人表情惊诧，纷纷讨论，说的左不过是岂有此理，妖术惑人，鬼敌陈情，怎能吹小曲？修士补充说：“不仅吹小曲，韩光君还给老祖打拍子呢，简直荒唐！兰家的鲜花插在了魏无羡这头牛粪上，去你大爷的！”江澄从天而降一脚，把这群人全部踹飞，只留那2个年轻人在原地目瞪口呆。只见江澄咬牙切齿道：“明明是兰家的牛粪来扑我江家的花，你们这群苍蝇还非要围着屎转，滚！全他妈滚！这辈子都别再踏进我云梦！”一群人立刻连滚带爬，边滚边互相讨论：“江宗主真和魏无羡和好了？没道理啊！”看着是真和好了呀，刚他是在气兰家的猪拱了他江家的白菜吧？谁是猪？谁是白菜？好巧，蓝启人也气猪拱了白菜。这江晚银不如和蓝启人组个同好会，一起杀猪呗！紫电噼里啪啦抽的池里的莲花都蹦跶起来，江宗主的怒吼响彻天际：“滚！”蓝曦臣率弟子走进莲花坞大门，递过拜帖，走入前庭，就看到背对着入口坐着的江宗主，他坐姿僵硬的正在擦剑，不知道已经坐了多久。蓝景怡想问好，被蓝曦臣拦了下来。蓝曦臣看着江澄的背影，露出了一个很看戏的微笑。江澄还是没回头，保持着背对的姿势，边擦剑边大声说：“啊，这不是姑苏兰氏吗？”没人说话。姑苏兰氏面子真大啊！没人说话。3年了，只见书信，见不到人。没人说话。你可真厉害啊，云深不知处，真的比莲花坞好啊！蓝曦臣用尽全力才没有笑出声。嚯，有了夫君没了家啊！魏无羡，你这没良心的啊！蓝曦臣忍不住了。可，江宗主，无羡和忘机没和我们同行。江澄猛地回头，差点扭到颈椎，一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被擦得锃光瓦亮的3毒掉到了地上，又沾了灰。蓝曦臣耸耸肩：“忘机喜欢和无羡独处，我这个做兄长的也没办法。他们还没到吗？”江澄深吸一口气，又深呼一口，又一口，再一口，最后仰天长啸了一声：“操！”直到清谈会的第2天，蓝忘机和魏无羡才出现。第1天是众家变法，众人变得头昏脑胀，
第二天刚到猎场，便看到了让人头秃的一幕。不远处传来一声驴叫，然后慢吞吞的，蓝忘机牵着一头小花驴走近了。驴上坐着一英俊男子，着黑衣，红发带，右边别着一管笛子，左边别着一把剑。蓝忘机把驴挺住，走到主座的江澄面前，合手一揖：“姑苏蓝氏蓝忘机，魏无羡。”江澄脸部抽筋，僵硬的还礼。蓝忘机又道：“小苹果脚程慢，我们迟到了。”江澄看看昂首挺胸的驴，腿也开始抽筋。偏偏驴上的人还不安分，挥挥手很得意地招呼道：“哟，师弟啊，好久不见。”江澄咧嘴，摆出一个很精彩的笑容。魏无羡哇呜一声：“天啊，师弟，你笑得比走尸还难看，你中尸毒了。”江澄重复道：“姑苏蓝氏魏无羡，很好。姑苏蓝氏魏无羡。”蓝忘机说：“江澄炸了：“我同意了吗？我同意你嫁到蓝家了吗？哈！”结果清谈会第二日的围猎临时加了个助兴项目，先手单挑，江婉莹单挑蓝忘机。蓝思追安置了小苹果，得到了泽无君的首肯，兴冲冲地带着一群同辈，还有精灵，坐到了魏无羡后面。魏无羡一手搂着精灵，一手搭着蓝思追，背上靠着蓝景仪，姿势非常惬意。精灵猛瞪他：“你没骨头吗？”魏无羡笑嘻嘻：“我虽然没骨头，但我有道侣啊。”精灵惊艳闭嘴，席间有修士高呼：“金宗主，这是你杀父杀母的仇人啊，为何不杀之而后快？”精灵把一把葡萄扔过去：“杀你大爷，闭嘴！”魏无羡啧啧摇头：“暴躁，太暴躁，和你二舅一模一样。哎，江澄教小孩不行啊，还是我家蓝二哥哥好。你看把思追儿教得多好。”蓝思追害羞地低下头。江澄气得三毒紫电，一股脑儿往蓝忘机身上招呼，却见蓝忘机眼中似有笑意，怒意更甚，吼道：“你得一个锤子！”蓝景仪道：“老祖前辈啊，我一直想问，为啥韩光君和江宗主感觉关系很不好啊？他俩有啥矛盾？”魏无羡边吃葡萄边说：“能有啥矛盾？一个不想认小叔子，一个不想认嫂子呗。”精灵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哦，小叔子和嫂子啊。”魏无羡厚着脸皮点头称是，那边两人总算点到为止。韩光君带着一身仙气落到魏无羡面前，很冷淡地扫了一眼魏无羡靠着的蓝思追和蓝景仪，二人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。魏无羡低头偷笑，猛吃葡萄：“你们二人坐姿不端，罚抄家训5遍。”二人领罚，立刻开溜。精灵很爽地看了看二人跑路的背影，一回头看到自家舅舅怒气冲冲的脸：“精灵，你是椅背吗？你是用来让人靠的吗？几岁的人了，还这么不知轻重？”精灵很紧张地站直，蓝忘机不说话，神色却是赞同。眼看着魏无羡失去了所有椅背，在座位上左扭右扭，便坐到他身边，将他搂进怀里。江澄右眼一跳，心道：“辣眼睛，真他妈的辣眼睛！”然而围猎开始，二人并不进去。魏无羡说：“我进去，你们还猎啥？听说过百峰山围猎吗？”众人欣然入场。其余几位先手也并不进去，机会留给年轻人。便见首座坐了脸色铁青的三毒圣手，右边坐姿不端半躺不躺一个夷陵老祖，身边是低头喝茶的韩光君，左边是一脸微笑抬头看太阳的泽无君，在下是八卦玉爆棚的金小宗主。其余各家宗主先手四散坐开，想看魏无羡又不敢看魏无羡，一个个只能偷瞄，各有心思。众目睽睽之下，蓝忘机剥了一颗葡萄递到魏无羡嘴边，魏无羡毫不客气张口吞下，末了还舔了舔蓝忘机的手指。众人面如土色，江澄面如盐碱地。泽无君鼓掌：“不愧是忘机。”韩光君颔首：“多谢兄长。”江澄想找魏无羡说话，可惜蓝忘机寸步不离。妈的！江澄想，蓝二这头猪。突然魏无羡凑到他师弟面前，眨巴眨巴一双大眼睛，把江澄吓得差点从座位上翻下去。“你干嘛？”江宗主大惊失色。魏无羡很无辜地歪了歪头，没看到他背后蓝忘机一脸被蒙到的表情。“妈的！”江澄想，蓝忘机这头猪。魏无羡一手拉过江澄，一手拉过蓝忘机，在二人极度不愿意的目光中，把两只手握到了一起。
魏无羡说：“一家人嘛，要好好相处。”江澄忍受着和蓝忘机肌肤接触的鸡皮疙瘩，在心里大骂：“魏无羡，你他妈这坨猪头白菜！”蓝景仪、蓝丝追猎完出来，看到韩光君和江宗主又打了起来。魏无羡边吐葡萄籽边说：“小意思，小意思，切磋而已。”精灵偷偷溜过去拉住蓝丝追说：“我怀疑我大舅脑子有问题。”蓝丝追不敢下定论，蓝景仪翻了个白眼：“得了吧，你二舅脑子更有问题。”当晚泽无君亲自来给江宗主送伤药，并说：“江宗主与忘机切磋，忘机获益良多，在下特地送药以示谢意。”江澄揉着胳膊说不出话。江宗主也不用担心忘机，无羡正亲自给忘机上药呢。江澄放下了胳膊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我不需要伤药，我需要眼药。”然后泽无君给江宗主递了一份婚书：“签了吧。”他劝道：“生米都成熟饭了，天下皆知喜结连理了，无羡都写到蓝家族谱里去了，咱现在也是亲戚了，是吧？婉莹，妈的！”江澄要哭出来了。蓝家全是猪。月色下，蓝启仁坐在屋里唉声叹气：“你大爷的江家，江家全是猪！”点击订阅，按赞，留言，打赏，欢迎扫码加入本频道会员。